嗨，大家好。003福建舰最近又有好消息了。就在近日曝光的一张高空俯拍图中，尽管由于3个工棚的遮挡，我们依然无法看到3条弹射器的安装进度，但是003的舰岛却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位于舰岛中部一圈的大型4面阵相控阵雷达已经安装完毕了。我们知道003航母在西装阶段安装步骤最复杂也最难调试的，就当属电磁弹射器和有源相控阵雷达这2大设备了。尽管电磁弹射器的进展我们还看不到，但4面阵相控阵雷达的安装完毕，也就预示着003距离其海试真的更进一步了。这个安装在003上的4面阵雷达，应该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346海之星有源相控阵雷达了。而这款当前世界最先进的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正是出自被誉为3军之眼、国之重器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之手了。看到这里，也许有些人会说，你怎么就敢说346海之星是世界最先进的舰载雷达？美国的 SpaceX 难道会差吗？没错，美国目前在研最先进的舰载雷达的确是 SpaceX， 而且也采用了有源相控阵技术，并将应用在包括伯克3在内的多款水面舰艇上，其灵敏度将是目前美军在用 Spy-1 的30倍。不过它的进展却没有那么尽如人意。尽管在2个月前已经安装在了首艘伯克3 TDG-125 卢卡斯号进行了海试，但与多种武器系统进行联调中，依然暴露了很多问题，软件仍需要进一步改进。根据雷神公司自己的说法，伯克3搭载 SpaceX 要到2024年第4季度才能达到初始作战能力，距今还有近2年的时间。346海之星目前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这一点自然没有问题。而海之星的研发单位中国电科14所可以说是中国雷达工业的发源地。这家位于南京的国企拥有目前国内最全面的雷达研发体系，可以说涵盖了海陆空天4大领域，比如空警2000上的相控阵，空警500上的数字阵列雷达，还有歼20、歼16和歼10上的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各型机载火控雷达等。陆军的履带式自行高炮雷达和各类防空导弹雷达也出自他手。就连太空上的高分3号卫星的1米分辨率 C 频段有源相控阵雷达也是他做的。电科14所真可谓我国雷达工业的摇篮。而本期视频所介绍的重点，大型舰载相控阵雷达，尤其是明星之作346海之星，更是达到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346海之星共有3个迭代型号，346基本型最初应用在了052C 和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上。这是安装在辽宁舰上的4面阵，它的最大特征是外罩呈弧形，原因是346基本型雷达系统的降温采用的是静压风冷降温，需要从弧形外罩散热。而到了 346A 则是内建了循环液冷系统，不再使用静压风冷技术，于是外罩也换成了扁平形状。升级版 346A 也被应用在了后来的052D 驱逐舰和002山东舰航母上。后来南京14所又研制了 346B 型，被安装在了中国最先进的驱逐舰05万吨大驱上。依托于 346B 雷达的强大性能，使得05万吨大驱牢牢占据了世界最强盾舰的交椅。而中国对于海之星的研制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蜜月期的时候，中国海军代表团多次访问美国，除了登上过小鹰号航空母舰外，还参观了美国海军太平舰队的圣迭戈军港，并登上了当时美军最先进的盾舰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这个型号本频道多次提过，现在这艘老迈且濒临退役的军舰，在40年前真可谓领一时之风骚。搭配美国当时全新的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提康德罗加级，也开创了世界盾舰史的先河。宙斯盾系统是世界第一种全数字化舰载战斗系统，综合了舰内指挥、防空、反导、目标搜索和导弹攻击等多种功能。而这套系统的核心正是它所搭载的雷达和武器了。中国代表团当时既被该舰所装配的 Spy-1 无源相控阵雷达和 MK41 导弹垂直发射系统所折服。回头再看看自己老旧的军舰，心中各种滋味涌上心头，深感气不如人的无奈。每一位老海军谈到那个时代中国与西方海军的差距时，无不老泪纵横。不过正视了差距，才能够卧薪尝胆。要打造中国自己的中华神盾，其核心舰载雷达就是必须攻克的难关。
而后经过多年论证，从1989年开始，我国跳过了美国所采用的无源相控阵技术，提出了由南京14所自主研制大型舰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方案。整个雷达系统分为18项关键技术，从单元模块开始逐项攻关，最终经过11年的艰苦研制，2001年12月，346海之星的原型机进入葫芦岛海军武器实验基地，与舰载红旗9导弹配套实验，曾连续10次应对了饱和攻击测试，并全部拦截成功。最终2003年，346海之星被装配在了052C 导弹驱逐舰的首舰兰州号上，从此中国也有了搭配自己中华神盾的盾舰。中国成为世界上第3个拥有大型舰载相控阵雷达的国家，前面2个分别为美国和欧洲。此前给大家介绍雷达原理的视频时提到过雷达技术的演进，从最初的机械扫描过渡到电子扫描，而在电扫中又从频率扫描过渡到相位扫描，最后再由相扫中的无源相控阵过渡到有源相控阵技术。美国的 Spire-1 无源相控阵雷达发展最早，除了用在提康德罗加级和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外，也衍生出了日韩等多型盾舰。Spire-1D 的技术还算过得去，但与中国的346海之星相比还差点意思。波段方面， S 波段和 X 波段雷达是当今世界各国盾舰最常采用的雷达波段。S 波段看得更远， X 波段虽近，但精度更高。S 波段雷达的重量巨大，且对电力的需求非常高。我们在各型驱逐舰上看到的那个巨大的四面阵，就是这个波段的雷达。S 波段和 X 波段各有优劣，如果能将它们集成在同一艘战舰上，那么基本可以克服舰用雷达所有的缺陷。双波段雷达登舰也成为了未来各国打造盾舰的趋势。中国的05万吨大驱所装配的 346B 率先实现了双波段双四面阵的有源相控阵雷达，拿下了世界第一盾舰的称号，同时也积累了无数效仿的粉丝，伯克3就是其中之一。伯克3相比伯克 RA 不仅摒弃了此前的无源相控阵，采用了 SpaceX 的有源相控阵雷达，还将采用类似055的双波段系统，但还是打了折扣。055采用的是4面 S 波段加4面 X 波段的所谓双波段双四面阵雷达体系。伯克3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吨位有限，电力不足，就砍成了4面 S 波段加3面 X 波段的方案。后来发现电力还是不够用，直接放弃了 X 波段的3面阵，而改成了更加省电的单面阵 X 波段的旋转雷达。除此之外，双波段的另一大难点就是两种波段的雷达波存在严重的波速干扰问题。美国的伯克3似乎是遇到了这个难题，于是才有了 SpaceX 虽然已经安装上舰，但依然要等到2024年第4季度才能形成初始战斗力。而我国的055不但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还在舰上集成了米波远距离预警雷达和 C 波段红旗9的跟踪雷达，4波段雷达同时登舰非常霸气，而且一舰就是8艘。至于在最新的003福建舰上，到底这次安装的是如05万吨大驱一样的 346B， 还是跟002山东舰一样的 346A， 到目前为止尚有争议。毕竟航母所承担的任务不像带刀护卫05那么全面，什么防空、反导、搜索、火控都要面面俱到。而且双波段的 346B 又极为耗电，而003航母上还有另一个耗电大户电磁弹射器呢。所以维持与002山东舰一样的 346A 四面阵有源相控阵雷达也是有可能的。至于最终如何取舍，等到003开启海试的那一刻，答案也将揭晓。好，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